而玲珑道脉空间中的这些部分大道，就是他们领悟大道真谛根源的关键之物。只有通过这些大道之法的精髓，才能够实质性的去看到、去听到、去触摸到、去领悟到大道的真谛。此时，内塔之主和10大神长老的身躯上散发出淡淡的光芒，宛如他们的心在此刻真的静下来了。萧炎等人环顾四周，只见玲珑道脉之中空间波动，如同水波荡漾。内塔之主和10大神长老等人已各自占据了一片区域，闭目盘坐，神态专注。他们身周玄妙，道法缭绕，仿佛与这里的大道逐渐的产生异样的波动。他们的呼吸与周遭的道息融为一体，时而凝重如山，时而轻灵如风。在他们身边可以看到各种奇异的景象，光滑闪烁的仙草，流转不息的灵泉，飘渺无形的道音，以及若隐若现的古老符文。萧炎4人见到内塔之主和10大神长老等人已经开始领悟大道，他们也开始自己的修炼之路。萧炎他们并未急着去率先领悟这些大道的奥义，他们心中有着自己的一套修炼计划。那么林兄、沐尘、云韵，我们10年之后出关见。萧炎对着眼前的3人带着笑意说道。然后说完，自己轻轻一跃，他在随便在玲珑道脉的一处隐蔽的区域中盘腿坐下，随即神识一动，进入了焚诀空间。此时的焚诀空间空内赤红如火，火焰跳跃，燃烧着虚空。萧炎心念一动，神识如火中游龙，穿梭在焚诀空间的火焰之中。因为这焚诀空间的环境是根据萧炎心中的念想而幻化，心中焚诀空间中之所以赤红色火焰出现，是因为萧炎先打算收复自己从神脉会中得来的火焰之心。但萧炎此刻却沉浸在自己的焚诀空间中，这里的火焰对他来说既是考验也是洗礼，他需要在这无尽的火海中将火焰之心收复，同时要融合自己的道心之中。这样一来，萧炎的实力不仅可以更强大，同时还有着不惧任何万火的吞噬。他的神识在火焰中磨砺，渐渐的，他开始感受到了火焰之心中蕴含的恐怖力量，那是足以毁灭一切也可新生一切的火焰精华之力。同时间，灵动沐尘花仙子云韵也同样与萧炎一样，选择了先对从神脉会中拍下来的东西进行了研究探查。这古通祖域中的力量究竟如何激活？一旦激活，就能够打开一方神秘古界的通道。而那个古界中又有什么令人意想不到的东西？是否与我的祖符或者是祖师有关，还是其他？灵动盯着手中的那一道古通祖域，他隐隐感觉到这东西不简单。至于打开那个神秘古界通道，就必须将其中的力量激活。灵动盘腿而坐，眉宇间透出一股坚定与沉着。随着他口中祖符现3字的落下，周身气势骤变，10道祖符如同受到召唤的使者，从虚空显现，环绕在他身旁。这些祖符，每一道祖符都镌刻着古老的符文，散发着淡淡的光芒。而其中有3道祖符，光芒更加深邃神秘，它们则是在上一次灵动吸收了无上神韵之气后化为神符。而这3道神符上的符光闪烁，仿佛蕴含了天地间的无尽的智慧，与灵动的气息融为一体。灵动的眼神中闪过一丝独特的精芒，他知道这3道神符将为他的修炼之路开启新的篇章。古通祖域，你的秘密就让我五祖灵动为其揭开吧。灵动伸出手触摸着古通祖域，感受着其中蕴藏的古老力量。古通祖域微微震动，仿佛在回应他的触摸。灵动深吸一口气，将7道祖符和3道神符的力量融入这古通祖域中。他能感觉到这古通祖域中蕴含的恐怖力量，而且这种强大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触。与此同时，沐尘在玲珑道脉的另一处区域，手中握着那道金色的卷轴地图。这张地图虽然普通，却似乎有着神秘的力量，让沐尘的心神为之荡漾。他能感受到地图上每一处地点的气息，仿佛能预见未来的征途。沐尘手指微颤，缓缓展开那道金色卷轴的地图，目光在上面巡游，其中的每一道线条都似乎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，也许会揭开一个又一个关于原始法身更为深藏的秘密。然而，在沐尘目光的扫视间，一股神秘而强大的力量顿时冲地图上散发而出，充斥他的全身，仿佛有无形的波纹在皮肤上蔓延。而且，地图上的某个位置突兀地闪烁着异样的光芒，那是一处平常看似无奇的山谷，但在光芒的照耀下，却透出一丝不寻常的诡异。那是什么？沐尘的声音带着疑惑，甚至看到那诡异之物时，强大的心悸感觉让他无法左右自已。他紧盯着那处位置，似乎能感受到一股召唤，吸引着他前往探索。画面一转，花仙子云韵的眼前突然出现一朵银白如月的幻月花。这朵花与众不同，它的花瓣透着淡淡的银色光泽，在朦胧的月光下显得格外神秘。当初拍下此花，就是以为内他与自己的花仙之道产生异常感应，如今他想看看这幻月花究竟是什么特别之处。花仙子云韵能感觉到他与自己修炼的花仙之道有着某种奇异的联系，仿佛是召唤，又似乎是警告。他伸出手，指尖轻触那花瓣，一股清凉的力量自花蕊涌出，指尖传来冰凉的触感，如同月光凝结的霜，直抵他的心脉。花仙子云韵闭上眼睛，
感受着幻月花中蕴含的能量。他似乎在告诉他，这幻月花并非凡物，它的力量远超他的想象。当幻月花绽放时，一股花香弥漫，让花仙子云韵的意识引入一个虚幻而美丽的幻月世界。这里是幻月花中的世界。花仙子云韵站在幻月花世界中，眼前是一轮巨大的幻月，它高高的悬挂在空中，散发着柔和的光芒。然而，一朵朵不同寻常的花朵从幻月中飘落下来，不同于凡间的花朵，在这里，每一朵都蕴含着神奇的力量，它们在空中缓缓飘落，触感轻柔而神秘。当这些花朵落在花仙子云韵身上时，仿佛有生命一般，瞬间化作细腻的花粉，在月光的照耀下闪烁着点点星光，随即消散无踪。同时，花仙子云韵能感觉到体内的花仙之道在这一刻正在发生剧烈的激荡，仿佛要从自己的体内化形而出。她强行压制着这种感觉，似乎与幻月世界的产生了某种神秘的共鸣，仿佛要突破花仙子云韵身躯的束缚，化为花仙之躯。但花仙子云韵紧咬嘴唇，强行压制着花仙之道的破体而出，脸上露出一丝痛苦之色。她的内心仿佛也有两股力量在拉扯，一股是这世界中的神秘力量吸引着她向前，而另一股力量则试图将她向后拉。云韵感到自己的身体在不停地颤动，仿佛随时都可能被这两股力量撕裂。这里面究竟隐藏着什么？为何我的花仙之道会发出如此激烈的反应？她紧紧地咬住嘴唇，努力保持自己的平衡。周围的环境也在不断的变化，幻月花世界中的景象仿佛都有着生命，花朵在风中摇曳，花瓣在空中飘舞，月光洒在地面上，形成一片片斑驳的光影。花仙子，花仙子！这时也不知道从哪里传出的一道道古老的空灵声传入云韵的耳朵中。是谁？谁在说话？花仙子云韵不停扫视四周，除了上空掉落的无数花朵，并没有发现这里有其他人的存在。但此时，那两股力量的极致拉扯，让花仙子云韵的身体有些承受不住。我的身体好像快要爆炸了。花仙子云韵的脸上逐渐的扭曲，上空飘落的花朵越来越多，逐渐的将花仙子云韵埋没，而她也在这一刻失去了所有的意识。当花仙子云韵再度醒来时，却发现自己已经身处一个未知的世界中，而在她的脚下有着一条由无数花粉凝聚的一条花粉路，上空也没有了刚刚的巨大幻月。此时她小心翼翼地打量着周围，只见在这个花粉路的尽头深处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向她呼唤。为了搞清楚这个未知的世界中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，花仙子云韵带着无比复杂的疑惑，沿着这条花粉路的深处走去。此时此刻，在整个玲珑道脉中，他们全部进入了自我修炼当中。在外人看来，玲珑道脉中这些身影如同雕塑般静默，但只有他们自己才能体会到，在这静谧的修炼中，他们正面临着怎样的激荡与升华。每一个细微的动作，每一次呼吸，都蕴含着难以描述的各大精髓。他们的目的并非是立刻领悟大道的真谛根源，而是先通过自身的其他修炼，再去逐渐触摸到那层属于自己的道之真谛。与此同时，在神州皇国的外界，一座巨大的火山巍峨耸立，岩浆在火山深处翻滚，不时喷薄而出，犹如愤怒的巨兽吐息，照亮了周围的暗沉空间。在这座巨火山周围，一股无形的禁忌能量像是一张大网，紧紧束缚着火山，压制着其中即将喷出的毁灭力量。它像是一层无形的屏障，散发出神秘而又危险的气息，让所有来到这里的神奇强者都感到一种莫名的心悸。这里是之前那些参加神脉会刚进来的巨火山，但现在这里没有任何人影的出没，但却有着两位不速之客从皇国中出来后，就一直在这里等待着什么。黑衣男子紧蹙眉头，环顾四周，而另一道合衣身影的目光如水，似乎能洞察一切隐秘，却在此刻波光潋滟，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波动。为何他们迟迟不肯现身？3天时间已过，必须是要离开皇国的才对。黑衣男子出声道，声音中带着几分急迫。来参加神脉会的所有万界势力之人已离开神州皇国，唯独丹神塔等那一批人不见踪影，事出必有因。刚刚收到上面大人发来的消息，命令2人速速回去，似乎有什么重要的事情。波光黑衣身影的男子回答，话语虽平静，但语气中的紧迫感却无法掩饰。到了关键的一步了吗？也好，到时候我便亲手杀了你，炎帝。黑衣男子虽心有不甘，却知大局为重。他们转身，身影在火光的映照下拉长，以不为万里的速度消失在巨火山的背景之中，只留下一串深浅不一的脚印。巨火山依旧静静地守候在那儿，仿佛对这一切人间纷扰毫不在意。只有那余晖映照下的岩石，似乎在诉说着即将来临的一场大变数。